中共与伊朗的铁杆兄弟。从1958中苏分裂到2026权力真空的荒谬转折，要看透中共与伊朗这段所谓的铁杆结盟，我们必须拨开意识形态的糖衣，直击读财政权间最赤裸的利益交换。这不是一见钟情，而是一场跨越半世纪、充满算计与背叛的地缘政治婚姻。故事的源头得从1958年的中苏决裂说起。那一年，毛泽东与苏联老大哥赫鲁雪夫彻底翻脸。赫鲁雪夫推行去史达林化与西方和平共处，在毛泽东眼里，这简直是对革命的背叛，是堕落的修正主义。毛泽东坚持更激进的无产阶级专政，甚至发动大跃进来证明中国模式的优越。共产主义这只思想病毒在此刻产生了致命的分裂，中苏彻底撕破脸。被国际孤立的中共被迫将目光转向第三世界，试图在亚非拉地区寻找新盟友。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，周恩来就用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温和姿态，为中共在第三世界铺成了反帝国主义的软实力基础。这股暗流终于在1971年与伊朗交汇。当时英国势力撤出波斯湾，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。亲美的巴列维国王生怕苏联趁虚而入，出于平衡威胁的务实考量，选择与同为共产政权的中共秘密接触并建交。在文革的混乱中，这只是一次战略性的试探握手，双方纯粹是为了对抗共同敌人苏联。然而，历史的剧本在1979年迎来了最荒谬的转折。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，推翻了巴列维。讽刺的是，中共前1年才刚派华国锋去德黑兰为国王撑腰，革命一爆发，中共却毫不犹豫地承认了霍梅尼的神权政权。为石磨，因为撇开宗教外衣，霍梅尼那套反美、反西方民主、强调集体主义的独裁逻辑，与中共的思想病毒简直是完美的精神契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同在1979年，美国卡特政府为了联中抗苏，选择承认中共，并废止与中华民国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。这残酷地提醒了台湾，国际政治的利益交换如何瞬间重塑全球格局。进入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，让这场利益联姻更加明目张胆。中共表面高喊中立，私下却成了伊朗最大的军火库，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飞弹与战车源源不绝送往德黑兰，甚至展开了长达10多年的核武技术合作。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。中共输出军武与技术，换取伊朗的石油与反美的马前卒。到了21世纪，这段关系看似步入巅峰。从2016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，到2021年轰动一时的25年合作协议，中共承诺狂砸4000亿美元投资伊朗基建与能源，换取跳楼价的石油与情报共享。中共借着“一带一路”的血管，将影响力深深刺入中东心脏。但拨开这层华丽的外衣，伊朗国内早已因为神权政权的腐败与经济垄断而民怨沸腾，而信仰无神论的中共端出的这盘美味大餐，最终往往得用你的生命来埋单。这一切的虚伪与谎言，终于在2026年迎来了最终的业力引爆。2026年2月底，美以联军出动 B-2 幽灵轰炸机发动终极审判，精准打击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心军事架构，最高领袖哈米尼丧生。当这个47年的神权堡垒土崩瓦解时，中共这位铁杆兄弟做了什么？
只有极度谨慎的口头谴责语，呼吁停火，没有军事驰援，没有两肋插刀。原因很现实，中共高度依赖中东石油，他们惧怕战火封锁和莫兹海峡导致经济崩盘，不敢与美国的绝对军力正面冲突，也不愿为了一个倒台的政权得罪沙乌地阿拉伯等金主。中共的退缩完美暴露出这个联盟的空洞，他们渴望全球霸权，却在关键时刻选择抛弃盟友。从1958年的反苏握手到2026年哈米尼死后的权力真空，这段长达半世纪的荒谬转折，给了身在民主台湾的我们最深刻的警示：独裁者之间的结盟，永远建立在冰冷的利益与权力算计之上。一旦面临生死存亡，所谓的誓约不过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。伊朗神权的崩塌，预示着中东秩序的重启，而中共也必将见风转舵。面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，唯有坚守民主与实力，才是抵御这支独裁思想病毒的唯一解药。